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7月2日星期三，佛历8月上初七，万象小雨，24到30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396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5基普，跌幅 0.02%。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59.63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1.24基普，跌幅 0.19%。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2964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5基普，跌幅 0.17%。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305.89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2.39 点，涨幅 0.18%。开盘 1303.5 点，最高 1305.98 点，最低 1283.77 点。成交量97500股，成交金额1亿2342万45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790基普，交易量51900股，其次是中老证券和老挝电力。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790基普，交易额9281万基普，其次是中老证券和老挝电力。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591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34万基普，涨幅 0.96%。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6月25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39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75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969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农业与环境部举行农村发展司司长交接仪式。7月1日下午，农村发展司会议室举行了农村发展司司长职务交接仪式。原农村发展司司长波洪坎哈与新任司长塔萨卡沙潘通进行了职务交接。农业与环境部部长林坎端沙万出席并见证了此次仪式。参加仪式的还有组织人事司司长、各副司长等领导干部以及司内公务员。2. 农业与环境部副部长在甘盟省开展工作。6月28日至29日，农业与环境部副部长詹塔空布阿拉潘女士率团赴甘盟省雍马拉县、塔曲县和农博县进行工作调研。代表团重点考察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情况和灌溉系统，特别是雍马拉县能灌溉9700公顷农田的自流灌溉系统，并查看了甘盟进出口公司的农牧业特许经营项目。此外，代表团还检查了塔曲县西科塔邦佛塔的防洪堤建设和 DM 集团化肥厂的施工进度。在农博县，代表团指导了农业生产，检查了防洪抗旱设施的准备情况，并考察了稻田养虾项目。3. 彭洛温泉水直达金三角经济特区。6月27日，金三角经济特区举行了彭洛温泉输水管道项目竣工仪式。这条近50公里长的管道正式启用，将富含矿物质、储水温度90摄氏度的彭洛天然温泉水输送到金三角经济特区。输送后水温仍保持约60摄氏度，日供水量稳定在2000至3000立方米。波侨省省长通占马尼塞表示，此项目将温泉资源转化为旅游产业，提升了金三角经济特区和波侨省的旅游地位，并邀请全球游客前来体验。山东君泽健康养生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勇指出，该项目是老中合作与友谊的象征，其管道技术创下了行业新纪录。金木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魏简表示，该项目是金三角经济特区转型发展的关键一步，将推动温泉康养和旅游产业发展，助力城市现代化建设。4. 万荣县南松河水位骤涨。7月1日，老挝万象省万荣县南松河水位因持续一夜的降雨导致山洪爆发而急剧上涨，河水溢出，淹没了沿河的一些低洼地区。目前，居住在河岸边的居民正在密切关注水位情况，部分地区已开始将物品转移到高处以确保安全。
5. 美国大使向老挝最高人民检察院捐赠车辆。7月1日，美国驻老挝大使馆向老挝最高人民检察院捐赠了一辆2025款丰田海狮面包车，价值4万美元。捐赠仪式在老挝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美国驻老挝大使海德瓦雷·阿瓦女士出席并主持了捐赠仪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塞沙纳科德普通先生接受了捐赠。海德瓦雷·阿瓦大使认识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的重要性，因此决定捐赠这辆车，以支持检察院的整体发展和工作需要。塞沙纳科德普通检察长对瓦雷阿瓦大使表示了由衷感谢，感谢他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的重视，并承诺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辆车，使其发挥最大效益。6. 沙耶武里县查获过期商品及掺假嗨产品。7月1日，沙耶武里县工贸办公室副主任通萨穆特乌莱颂女士率领县违禁商品检查委员会，对沙耶武里县的批发零售商店和市场进行了突击检查，重点查处过期商品、非正规商品和违禁商品。此次共检查了36家商店，其中发现5家商店销售过期商品，2家商店销售违禁商品，2家商店销售掺假嗨产品。查获的商品包括日用化妆品、零食糖果、饮料香烟、药品和嗨产品等，总价值为811万吉普。所有查获的商品均已按规定进行焚烧和填埋销毁。7. 丰沙里省警方教育5名吸食电子烟的少女。丰沙里省公安厅报告称，6月30日，丰沙里省本努县公安局禁毒处将5名吸食电子烟的少女带回进行教育。禁毒宣传处副处长坎詹占塔威及相关部门人员参加了此次教育活动。此次教育重点强调了吸食电子烟的危害，指出其不仅对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也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因此，警方呼吁每位年轻人要幡然醒悟，改变自己，重新成为父母的好孩子。同时，也呼吁家长和监护人密切关注和监督子女的活动，并教育他们远离毒品，使其成为家庭和社会的有用之才。8. 万象市国家会议中心旁发生3车连环相撞事故。据老挝弱势群体援助基金会救援队报告，6月30日晚10点31分，救援队接到热心民众紧急报警，称在国家会议中心旁发生一起3车连环相撞的交通事故。救援队抵达现场后，发现有3名伤者，其中1名男性左腿和左臂受伤，1名女性下巴撕裂，另1名女性眉骨撕裂，右脚踝受伤。救援队对伤者进行了初步急救，并随后将他们送往友谊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和康复。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